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和林杰一直是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，结婚6年以来，林杰什么事都依着我。自从我怀孕后，他对我更加百依百顺了。我摸着遇见滚圆的肚子，愈发期待这个小生命的来临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，打破了这场宁静。这天，林杰接了个电话，就急冲冲地出门了。深夜，他回来了，还领回来一个疯女人。我打开客厅的灯，一个披头散发、衣衫不整的女人站在林杰旁边，紧紧拽着他的胳膊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我一眼便看出这人精神不太正常。林杰有些为难地看向我：“小曼，他是于书磊。”于书磊，我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刚和林杰在一起时，我经常从他朋友嘴里听到这个名字。他是林杰的初恋，也是林杰多年以来忘不掉的白月光。毕业后，他去山村支教，渐渐的，两人少了联系。后来，于书磊没了音信，谁也找不到他。林杰在他妈的逼迫下，跟相亲认识的我结了婚。婚后，我们感情很好，只是偶尔，林杰会对着远处发呆。现在，于书磊竟然回来了。小曼，你先听我说，那个村里的人为了留住他，用铁链将他锁了起来。这么多年，他过得很艰难。林杰有些不敢直视我。警察找到他时，他精神已经出了问题，谁也不认识，嘴里叫的都是我的名字。他爸妈一把年纪了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我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等他病好了，我立马把他送走。这段时间就让他住在我家行吗？我保证他不会打扰到我们的生活。我本想拒绝，但是看到林杰衰颓的眼神，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。算了，就当是为肚子里的孩子积福吧。林杰很快把主卧旁边的客房收拾了出来。当晚，于书磊就住了进去。这晚，我睡得迷迷糊糊时，隐隐听见外面有人在大力砸我们的房门。我还没从睡梦中缓过来，就看见我身旁的男人突然从床上弹起，连鞋都来不及穿，就飞奔过去开门。要知道，平时这人睡觉都雷打不动。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，但是想到于书磊的遭遇，又忍了下来。林杰打开门，门外的女人像站不稳似的往林杰身上栽，抱着林杰的脖子不肯撒手。阿杰，阿杰，一声又一声。书磊，我在这，别怕，我在。林杰将于书磊打横抱起，从始至终没有分给我一个眼神。看着两人亲密的姿势，我说不上来的犯恶心。我冲进卫生间，抱着马桶吐得昏天黑地。平时我孕吐的时候，林杰总会守在一旁，为我拍背送水。我路过客房，看见我的丈夫如今正在床边守着另外一个女人，他紧紧地握着于书磊的手，空出来的另一只手则轻轻地拍着于书磊的背，嘴里像是在哼着什么歌谣。他在哄他睡觉。刚嫁给林杰的时候，我总是一个人独守空房，偶尔夫妻团聚，也是急忙行完房事就睡了。有时我想温存一番，林杰也会用明早还要工作来搪塞我。原来林杰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，只是对象不是我罢了。我走回房间，关上门，把自己埋在被子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旁边的床垫陷下去一块。我打开手机，显示凌晨3点半。吵醒你了。林杰温柔地亲了亲我的额头。我没吭声。对不起小曼，书磊他精神状态不太好，我又答应了他爸妈要照顾好他，所以忽视了你。对不起老婆。林杰在我耳边耐心向我解释，真的只是因为他爸妈的原因吗？我没问出口，只是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林杰要去上班，临走前，
他不放心地看了于书磊一眼又一眼，叮嘱了我一遍又一遍。我踮起脚给他整理领带。好了，放心吧。目送林杰出门后，我走进厨房给于书磊熬鸡汤。他太瘦了，全身都是皮包骨头，我想给他好好补一补。等他病好后，就让林杰送他回去。突然，我听见客房传来一声巨大的响动，我连忙疾步走过去查看，于书磊从床上掉了下来，正倒在地上呻吟。我吓了一跳，扶着肚子蹲下去准备拉他起来，这人突然对我龇牙咧嘴，对着我胳膊就是一口。我吃痛，连忙甩开了他。他的手重重按在我的肚子上，借力撑着爬了起来。我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剧痛从我身体里蔓延开来。我倒在地上，拨通了林杰的号码。于书磊听到我的动静后，顿了顿，不知为何又重新躺在了地上。林杰秒接：“喂，老婆。”我痛得说不出话。老婆，怎么不说话？是书磊出了什么事吗？我没办法向他描述得太详细，只让他赶紧回家。林杰很快就回来了，他一脚踹开房门，我好像看到了救星，但是他直接忽略了倒在门口的我，径直向床边走去，急切地叫着于书磊的名字：“书磊，你怎么躺在地上了？地上凉，赶快起来！”林杰心疼地搀扶着于书磊，帮他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坐到床上。奇怪，小曼去哪了？都不知道来扶你一把吗？语气是我从没听过的凉薄。我感觉心像被人用力捏了一把，痛不欲生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林杰安顿好于书磊，终于发现了倒在门口的我。他看着地上的一滩血水，彻底慌了神。小曼，小曼！昏迷前，我看到林杰，他半跪在我面前，焦急地呼唤我的名字，一声又一声。我闻到一股浓郁的消毒水味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林杰一脸愧疚地看着我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当时我太着急了。”是啊，他当时眼里心里都只有于书磊，哪里还能顾得上我呢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医生说再晚点，可能咱们的孩子就保不住了。林杰有些不满，开口指责我：“孩子！”我猛地想起于书磊把手狠狠按在我肚子上的画面，这人绝对有问题，一个疯子，怎么可能会如此准确地针对我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恨我，他想报复我，他是装疯。我试探开口：“老公，于书磊他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精神有问题的？”林杰的脸迅速垮了下来，好好的，问这个做什么？林杰有点不高兴，他很避讳于书磊精神有问题这件事。我把袖子撸了上去，给他看那排深深的牙印。你看，林杰仔细地捧着我的手，端详了半天。老婆，你的手怎么了？但凡长了眼睛的人都能发现这是人咬的。我没再开口，只是沉沉地盯着他。林杰缓慢开口：“你是说这是于书磊咬的？”我点点头。老婆，是不是你记错了呀？书磊这人连路过的蚂蚁都不忍心踩，怎么会咬人？更何况，我看这排牙印也不像他的牙呀。林杰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于书磊狡辩。我突然感觉到无力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即使我现在把证据都甩在他脸上，他依然会为他曾经的白月光辩驳。可能是我记错了。我闭上眼，疲惫地躺在床上。我就说嘛，老婆，肯定是你记错了。林杰爽朗一笑。这时，几名护士进来查房，林杰立马围上去：“护士，我老婆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？”出院？我记得你们不是刚办理住院手续吗？林杰陪着笑：“是这样的，家里还有病人。”我抽不开身。护士似乎明白了什么：“哦，家里有老人要照顾是吧？”
那你可以给家里老人请个护工啊。你老婆都这样了，你怎么只想着家里的病人？凡事都得分个轻重缓急吧。”护士小姑娘皱着眉头不满地看着林杰：“您是说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老婆盆底大出血，幸好抢救及时，差点就保不住了。你竟然只关心你的孩子！”护士有些同情地看向了我。林杰连忙跑到我跟前：“老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咱们的孩子来之不易，你不也很重视吗？”我靠在床上，没搭理他。我太累了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有点口渴，想叫林杰帮我倒杯水润润嗓子。叫了几声后，没人应。我感觉有点奇怪。旁边床的一个男生探了个头出来：“别叫了，你老公走了。”他走到桌前，替我倒了一杯水，递给我：“走了。”你老公嘴里念叨着什么不放心，然后拜托护士帮忙照看你，就急忙跑了。我有点心酸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。常言道，患难见真情。朝夕相处6年的老公，在我生病时竟然不管不顾，抛下我就走了，还不如一个陌生人。我握着水杯，简单向他道了个谢。第二天下午，林杰才姗姗来迟。他一见到我，连忙扯开一个心虚的笑容：“老婆，你还好吗？”“死不了。”我偏过头，不想看他。“老婆，我刚刚去给你办了出院手续，我们今天就能回家了。”他还真是关心他的白月光，丝毫不管我的死活嘛。看着我脸色不对，林杰紧接着又说：“我让我妈过来了，方便照顾你。”这话真是可笑。我怀孕3个月以来，他妈没来看过我一次。如今于书磊一来，他妈就迫不及待地要过来照顾我。我假意逢迎：“谢谢老公。”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我只觉得心寒，也为我那6年的青春感到不值。既然林杰已经这样对我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。不过不急在这一时，我要让他名声扫地。我要让这对男女得到应有的报应。我们刚进家门，林杰放下东西，就迅速地跑到客房。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，跟着他走了进去。正在抱着林杰不撒手的于书磊看到我后，眼神突然冷了一瞬，然后避开我的目光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这人有问题。我故意走到林杰身边，惊呼一声：“老公！”我感觉我们的宝宝好像在踢我。听到这话，林杰迅速转过身来，注意力全都放在我肚子上了。林杰最在意的就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了。我和林杰结婚6年，不管我们怎么积极备孕，我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。起初，我以为是我的问题。这几年，天南海北的医院我都去过。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成堆往嘴里塞，依然没有起色。林杰的妈妈因此很不喜欢我。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他妈向他提议跟我离婚，再娶一个。当时深爱着林杰的我慌了神，为了把他留在我身边，我辞掉了月薪3万的工作，每天待在家给他当全职保姆。可是就是这样，他家还是不满意。终于，我妥协了。我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试管婴儿的道路。2年来，我吃了不少苦，受过不少罪，终于怀上了这个孩子。后来，听从我的一位医生朋友的建议，我偷偷背着林杰去医院检查，发现问题果然不是出在我身上。我摸了摸肚子，不知道林杰了解事情的真相后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没过2天，林杰他妈来了，他一进门就指挥我给他端茶倒水。这样放在以前，我肯定会费尽心思讨好他，但是现在，我了解到这家人的嘴脸后，我已经不想再虚与委蛇了。妈，我肚子大了，不好起身。我悠闲地躺在沙发上，边吃西瓜边看电视。林霞第一次在我这吃瘪，
他气不过，指着我鼻子准备教训我。这时，一直在客房里没出声的于书磊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。林霞一看见他，就连忙上前，他一把抱住于书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好孩子，怎么瘦成这样了？真是苦了你了！呜呜呜！于书磊也流了2行清泪，试探着叫他阿姨。林霞大喜过望，连声答应。不是说只认识林杰吗？这演技没眼看，不怪林霞。林杰和于书磊在大学谈了4年的恋爱，早就见了家长。林霞也对于书磊特别满意，在她心里配得上林杰的或许只有于书磊。要不是于书磊出了意外，这人也不会点头让我当他儿媳妇。我不动声色地调大了电视机音量，掩盖了他们哭诉声。林霞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她从我手中一把夺下遥控器，直接关掉了电视。叶曼，你就是这种态度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林霞怒目圆睁，真是可笑。她从来没给过我一个好脸色，却指望我把她当成亲妈一样侍奉，做人不要太双标。这时，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，我连忙放下手里的西瓜，假装摔倒。我捂着肚子，大声叫疼。林杰一进门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林霞和于书磊看着倒在地上的我，无动于衷。林杰扔下手里的袋子，赶紧一个跪滑向我奔来。老婆，你怎么样啊？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事啊？我就知道，他只是关心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哭得梨花带雨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又惹妈生气了。妈只是像往常一样教训我而已，我没关系的。我说的也没错。林霞平时对我非打即骂，这些林杰也看在眼里，只是他从来都是口头上阻止，从来不付诸行动。我在心里冷笑，所谓的模范夫妻，只是做给外人看的而已。表面上恩爱无比，其实背地里一地鸡毛。林霞直接石化在原地，她没想到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林杰有些不满地看向林霞，连带着对于书磊也没了好脸色。老婆，我扶你回房休息吧。林杰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走进了房间。于书磊一脸委屈地站在原地，只是那双狠毒的眼睛一直盯着我。我挑衅地瞪了回去，你最好装得像一点，如果被我抓到了把柄，我绝对不会手软。当晚，我偷偷联系了之前的学长，他现在是一名私家侦探，我拜托他帮忙查清于书磊当年的事。这人雷厉风行，很快就查清了真相。原来当年于书磊是跟同系的一位男生一起去山村支教，于书磊嫌弃林杰一穷二白，掉了个富二代备胎。他和这位富二代在村里打得火热，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于书磊不想放弃舔狗林杰，于是他打算脚踩2条船。起初他瞒得很好，后来还是被她男朋友发现了。没办法，于书磊只好单方面断了和林杰的联系。只是后来真的出了意外，原来于书磊所谓的富二代男朋友的身份是假的，他转手就把于书磊卖给了当地的一个老光棍。于书磊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甚至还给这个老光棍生了2个孩子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警察下乡做宣传活动，他趁机逃了出来。于书磊怕他这段黑历史被扒出来，于是他开始装疯卖傻，假装自己失忆了。我看着学长给我发过来的图，握紧拳头，有图有真相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我把这些图全都存在了手机里的私密相册里，假装什么都不知情。我联系上了之前公司的负责人，曾经我是一家时尚杂志的副主编，后来我辞职后，我还经常帮他们做了不少策划。我提出想重回公司后，他们很高兴，像是期盼这一天很久了。回到家，
林霞已经走了。我打开客房的门，看见于书磊正坐在书桌前，翻看我和林杰的相册。我走近他，他猛地抬起头：“你早就知道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你的演技，不敢恭维。”我冲他勾起一个讽刺的笑：“那你怎么不拆穿我？”于书磊站起身跟我对视：“因为你清楚，在林杰心中，你永远都比不上我。”于书磊昂起头，颐指气使。我有点想笑，只有可怜的女人才会这么在意一个男人，抓着他不放。我没了跟他谈话的心思，走出了房门。身后，于书磊还在歇斯底里地喊：“早晚有一天，我会拿回所有原本属于我的东西。”我摇了摇头，真是无药可救。这天，我从公司回到家，打开门就听见主卧传来谈话声。我放慢脚步，缓缓走到房间门口。房里的人太心急了，连门都没关好。我透过缝隙往里看，床上交叠了2个赤裸的人。阿杰，你还要我吗？于书磊闷哼一声，娇喘着。林杰附在于书磊身上，喘着粗气。当然了，宝贝。林杰狠狠地亲了于书磊一口，继续着。我掏出手机，点开录像。那你什么时候跟他离婚？等他把孩子生下来。你不知道，这个孩子费了我们多少精力才怀上。林杰停下来和于书磊温存着。看来于书磊的病已经完全恢复了。这么蹩脚的演技和借口也只能骗骗林杰了。我把拍好的这几段视频存进私密相册，走出了大门。也不知是不是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心力交瘁。孩子没保住，流产了。打电话给林杰的时候，怎么也打不通。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心底一片冰凉。对不起，孩子，也许你也知道，你有一个不是东西的爸爸，所以不愿意来到这个世上吧。半小时后，我浑浑噩噩地走出手术室，坐在医院的长椅上。林杰不知从哪得来的消息，他一路狂奔来到医院，身后还跟着大病初愈的于书磊。这俩人现在在我面前连装都不装了。林杰看着呆愣在原地的我，疯狂地摇着我的肩膀：“孩子呢？”我没吭声。我问你孩子呢？没了。我平淡开口。林杰一下子瘫软在地。疯女人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倒想反问你，林杰，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鞠躬尽瘁，从来都没喊过一个累字，可你呢？你都背着我做了些什么？我瞥了一眼林杰身后的于书磊。如今你都敢带着你的情人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我面前了，你都知道了。林杰惨白着脸，身后不明所以的于书磊还在安慰着林杰：“阿杰，没关系的，他没了孩子，可是你还有我呀，我可以为你生孩子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这辈子你应该没这个机会了。”什么意思？于书磊不解地问出口。我翻出手机里的那张检验报告，因为他有无精症。我在林杰耳边清晰的一字一句地说出口：“所以你们俩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。”看着瘫软在一块的男女，我突然觉得很解气。走到一半，我回过头：“对了，林杰，我有时候觉得你真的很可怜。这么多年一直被人蒙在鼓里，还心甘情愿地当接盘侠。”于书磊看着我，意有所感，他慌乱地开口：“你疯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”我没接茬，摇了摇手机，示意林杰看手机消息。我把学长发给我的图全都打包转发给了林杰。林杰颤抖着点开了图片，几秒后，身后传来林杰撕心裂肺的吼声以及争吵声。林杰快速爬到我面前，抱紧了我的腿：“小曼，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，求求你！”我一脚踹开了林杰：“离婚协议等会就发给你，
你签完字后，记得跟我去民政局办手续。林杰怒极反笑：如果我说我偏不呢？婚内出轨，一般来说，法院是会站在我这边的。林杰依旧不死心：你脱离社会这么多年了，没有我，你靠什么养活自己？这人好像还活在大清。他坚定地认为我离开他就什么都没了。我笑出了声：林杰，你别忘了，我当年好歹也是杂志社的副主编，如今我当然是重操旧业了。哦，对了，好像你的工资还比不上我的零头吧？离开林杰后，我扔掉了之前老旧不合身的运动服。我辞职以后，林杰总是以他挣钱不容易为由扑我，所以我很少买新衣服。如今我要回归事业了，当然要去制够几身行头。我疯狂扫荡了不少，看着镜子中画着精致妆容、一袭红裙的自己，险些认不出来了。几天后，我站在民政局门口等待开门。我是一秒都不想跟这个男人有任何关系了。我妆容精致，脚踩恨天高，穿着紧身裙，裙摆吹在风中，姗姗来迟的林杰有些看花了眼。小曼，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当初真的是鬼迷心窍才跟他发生了关系，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真的会改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我微张嘴唇，林杰连忙将耳朵凑了上来。狗改不了吃屎。你，林杰涨红了脸。现在有哪个男人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？你现在跟我离婚，自己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林杰还在继续扑，也只有他这种肤浅的人才会认为女人的价值只有婚姻和孩子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不想再跟他交谈半句。此时，几个年轻的帅哥路过我们，有个胆大的直接上前和我搭话：美女姐姐，你是来结婚的吗？说完顺便瞥了一眼林杰。姐姐，我说实话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，虽然你很好看，但是你的眼光真的不怎么样。同行的几个男生都赞同地点了点头。我笑出了声：不是，我是来离婚的。话音刚落，几个男生明显沸腾了起来。哇，那就是说咱们有机会了。林杰铁青着脸站在一旁，我实在没空搭理他。我正在欢欢喜喜地跟几位帅哥交换微信，直到办完离婚手续，林杰都没再说一个字。走出民政局，我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松了一口气，终于解脱了。林杰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大学毕业全款买下的，属于婚前财产。现在我们离婚了，这套房子我也不能便宜了林杰母子。第二天，我带着搬家工人上了门。我打开门，发现林杰并不在家。于书磊躺在沙发上，笑得一脸惬意。看来林杰是真的爱他，都这样了，还不肯跟他分开。于书磊听见动静，戒备地看着我：你怎么回来了？他有些奇怪：你和阿杰离婚了，这儿现在是我们的家，我家不欢迎你，真是可笑。我想你还不太清楚，这套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。我凑近他：你的阿杰每个月那点破工资，在世是买不起房的，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都扔了。我吩咐工人干活。不行！于书磊拦在我面前，他颤抖着摸出手机，拨通了林杰的电话：喂，老公，你赶紧回来，有人要拆我们的家，真的恶人先告状。还老公，我这边刚离婚。他立马就接手了：老娘不要的烂黄瓜，他倒是当个宝。工人拿钱办事，很快就把这对男女的东西通通扔了出去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悠闲地吹了吹新做的美甲。林杰赶回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：门外的衣服家具堆成了一座小山。于书磊蹲在我面前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边嗑瓜子边指挥工人干活。林杰攥紧了拳头，走到我面前：小曼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
我们暂时还没找到房子，就宽限几天吧。哪来的脸要求我？第一，这是我婚前全款买下的房子，属于我的私人财产，这么多年让你白住，已经算仁至义尽了。第二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没有理由让你带着你的新欢住进我的房子。我不是圣母，有求我的功夫，还是赶紧去租房吧，否则今晚你们就得露宿街头了。我不顾他们的苦苦哀求，打电话给物业，我给他们出示了房产证，证明了我业主的身份。他们效率很高，很快就把这对狗男女轰了出去。紧接着，我打电话给换锁公司，连夜换了一把新锁。我看着空空荡荡的房子，我不再留恋，将房子挂在了售房处。我不想这么轻易放过林杰。我找到林杰公司的官网邮箱，将处理后的几段视频和林杰婚内出轨的证据打包发送了过去，顺便挂在了网上。网友们都爱吃瓜，尤其痛恨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这段视频很快就爆火了。很快，林杰的公司给了我回应，由于这些视频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林杰被解雇了，一时半会也不会有新的公司敢要他了。一夜之间，林杰名声扫地，一无所有了。而我重新踏入了社会，适应得很快，每天重复着朝九晚五的工作，虽然很累，但是我每天过得都很充实，不用每天围着林杰母子转，我可以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了。这天，我下班路上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，他转过身来，像是在这等了我很久。是林霞。叶曼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不愧是林霞，求人都这么硬气。我听说你要卖了你之前的那套房子。林霞开门见山，是，既然卖给谁都是卖，不如卖给我们吧。卖给你？我冷笑。小杰和舒磊要结婚了，我打算把这个房子当做他们的婚房。林霞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像是在向我炫耀他儿子有多么抢手，真是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哦，那真是恭喜了。我面无表情开口，不过我的房子我是不会卖给他的，给我个理由。林霞像是不能理解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没必要这么咄咄逼人。阿姨，我斟酌着开口，你了解于舒磊吗？林霞昂着头，当然了，这孩子人品德性都没得说，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大城市找工作，而是去了山村支教。看来林杰没有告诉他于舒磊的陈年旧事，那我就要添一把火了。看来林杰没跟你说呀？说什么？林霞停止了喋喋不休。于舒磊当初去支教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教书育人，他在那个村里都给别人生了2个孩子了。林霞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，她声音颤抖：“不可能！”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翻出了相册里的图片，这就是他跟那个老头的孩子。你要是再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亲自去看看。我转过身头，也不回地走了。不久后，我听说林杰和于舒磊的婚礼还是泡汤了，这里面应该少不了林霞的功劳。我已经不打算管这些事了。中介告诉我，我的房子顺利卖掉了，我在公司旁边租了一间房，认真生活着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接到一个来自医院的电话：“喂，请问是叶女士吗？”“是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“是这样的，林杰先生您认识吗？我们这边在他手机上看到了您是他的紧急联系人，所以才给您打电话的。他怎么了？”“林杰先生车祸大出血，要做手术，需要家属来签字。我已经不是他的家属了。”我挂掉了电话，我感觉到有点奇怪。林杰出事了，于舒磊和林霞不知情吗？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，我还是去了一趟医院。刚到没多久，就看见姗姗来迟的于舒磊和林霞，一路上似乎在争吵些什么。我又没跟他结婚，
凭什么要我出钱？于书磊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，小杰怎么会深夜出去跑滴滴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他怎么会出车祸？”林霞直接上手抽了于书磊一耳光：“我没钱，林杰这么多年一点积蓄都没有吗？”于书磊有些鄙夷地看着林霞：“林杰这么多年，其实也算有点积蓄。他把从我身上省下来的钱，全都投入到孩子身上了。这些年我们做的所有试管手术，差不多花光了林杰的积蓄。我没空听这两个女人狗咬狗。我正准备偷偷溜走，但还是被眼尖的于书磊发现了。站住！”他快步跑到我面前，冲林霞示意：“叶曼不是刚把房子卖掉了吗？手里肯定有很多现钱。反正她一个女人要这么多钱也没用，还不如拿出来给林杰做手术。”林霞见状也舔着脸陪笑：“小曼啊，你看你手头能不能匀个80万出来给小杰做手术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不会借钱给你们。借？你跟阿杰这么多年夫妻还要借？妈的意思是说你把你卖房子的钱拿出来给他交手术费？”我被这人的没脸没皮震惊到了。大妈，你知道你脸上有字吗？林霞下意识就用袖子去擦脸，写了4个大字：臭不要脸。我哼笑，我丢下一句晦气，就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。之后的几天，我总是能在公司门口碰到蹲在那堵我的林霞，每次我都让保安把她轰走了，但是这人依旧每天都来，风雨无阻。1个星期后，林霞不来了。没多久，我就得知林杰因为一直凑不到钱做手术，已经去世了。而于书磊，他在林杰奄奄一息躺在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找好了下一家，是个60岁的老头。于书磊为了钱，甘愿做这老头的小三，结果就是他被男人的几个儿子追着打。这事很快传到了林霞耳朵里，林霞把丧子之痛全都发泄到了于书磊身上。于书磊也不是吃素的，两人扭打在了一起。混乱间，气急上头的林霞冲到厨房，拿了一把菜刀，直直地捅向于书磊，连捅了10几刀。于书磊很快断气了。这时，林霞也反应了过来，自己干了什么。她颤抖着手，在血泊中爬了起来，然后报警自首了。林霞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了30年有期徒刑。我去监狱看过她一次，曾经一直趾高气昂的林霞一夜间白了头发，她精神状态也有点不太好。狱警说林霞总喜欢一个人自言自语，还时常疑神疑鬼。我隔着玻璃跟她对视，林霞看着我，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冲我笑了起来：“小曼，你是小曼？阿杰去哪了？你们怎么没有一起来看我？”我拿起电话，轻轻开口：“你的阿杰已经死了。”林霞尖叫了起来：“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你别走，你别走！”我放下了电话，就让林霞用余生慢慢忏悔吧。她给我带来的伤痛，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，都应该偿还。我走出监狱，外面阳光明媚，微风拂来，向前走吧。我全新的人生已经开始了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我被蒋远狠狠地按在地上打，浑身痛的我都已经喊不出来了，甚至嘴巴里还有腥甜的血腥味。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5次被家暴了，每次都被打得半死。以前我也会报警，但是不管是社区还是警察来了，都只是教育一下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他把我鼻子打断了，被拘留了半个月。他出来之后，就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毒打我。他说：“谭雅，你再敢报警，我就打死你。”那一次，我被他打得半个月没下得来床，也不敢再报警了，因为根本没用。我只能尽量的不去惹怒他，这样才能少挨打。被蒋远家暴的这2年，
我甚至想过和他同归于尽，我和他动过手，但是力量悬殊，我打不赢他，换来的只有一顿痛打。他总是 CCTV 我，谭雅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爸妈死了，你只有我一个亲人，你只能和我过一辈子，你也只能乖乖的听我的。时间久了，被打多了，我都不敢反驳了。今天吃饭的时候，他对我又是一顿打，原因是他在工作上遇到了点事，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，让丢尽了脸面。而我在做饭的时候放多了盐，他以此为借口，把在公司受的气全部撒在我的身上。我真的受够了他的家暴，所以在他一巴掌扇在我脸上的时候，我抬手反抗了，而下一秒，他直接将我按在地上，疯狂地用拳头砸我，嘴巴里还在极其难听地叫骂着：“贱人，你长本事了呀，竟然敢反抗我！看我今天打不死你！你个贱货，吃我的用我的，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！”说着，又是砰砰砰的几拳砸在我的身上，痛得我蜷缩在地上。但是我真的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过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了。我抬起头，狠狠地瞪着他，恨不得将他给杀死。蒋远，你就是个没本事的男人，你除了会打老婆，你什么都不行，你就是个没用的东西。贱人，你闭嘴！再说我弄死你！他被我戳中了心窝子，整个人暴跳如雷，重重的拳头一拳又一拳地砸在我的身上，痛得我想求饶了。但是我想解脱，只有激怒他，我才能解脱。我强撑着身体，继续讽刺他：“你有本事就弄死我呀，蒋远，你这个孬种！你就是没本事，只会嚷嚷，哈哈哈！你不敢弄死我，你没本事！”我忍着痛，不停地大笑着嘲讽他。我看到他的脸色变得铁青，变得越来越愤怒，变得面目狰狞。下一秒，他直接抬手死死地掐着我的脖子。你想死我就满足你。他的手一寸寸地收紧，我的呼吸越来越重，氧气越来越稀薄。我能感觉到我就快死了，我终于要解脱了。可是下一秒他说出来的话却让我死不瞑目。当年我能毫无声息地杀了那2个老不死的，今天我就能杀了你。我蓦地瞪大双眼。他说我爸妈是被他杀死的。我想要开口质问他，可是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唰的一下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时，旁边便响起了蒋远的声音：“小雅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我了！”我转头看到蒋远的时候，我身体不由得颤抖了一下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虐打让我害怕他。但是我不是被他掐死了吗？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，还有蒋远的样子，我弄清楚了，我重生了。我重生到了爸妈去世后不久，也是和蒋远结婚的前夕。上辈子临死的时候，蒋远亲口说的，我爸妈是被他害死的，所以爸妈的死根本就不是意外。重活一世，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。我爸妈一直不同意我和蒋远结婚，觉得蒋远是贪图我们家的钱，所以蒋远就狠心杀害了他们。我的手死死地抓着被子，恨不得立刻将蒋远杀死，给我爸妈报仇。但是很快我便冷静下来了，我打不赢他，贸然出手是报不了仇的。老天让我重活一次，给了我报仇的机会，我不能浪费了。所以在蒋远抱着我安慰我的时候，我没有躲开。小雅，你不要再伤心了，叔叔阿姨在天上会不安心的，还有我陪着你呢。蒋远拉着我的手，声音无比的温柔，看着我的视线里全是爱意。上辈子我就是被他这样的假象给欺骗了，现在我只剩下恶心。我忍住恶心，感动地看着他。阿远，谢谢你陪着我，我没有爸爸妈妈了，我只有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永远陪着你的，永远都对你好。他直接将我抱在怀里，
我努力克制住身体的僵硬，回抱着他，心里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。晚上，在蒋远睡熟后，我偷偷出了卧室，跑到了阳台上。我给爸妈车子的保险公司打了电话，想知道车子现在在哪里。爸妈出车祸去世的，蒋远又说是他杀的，那问题肯定在车子上。要想找到证据，必须从车子上入手。上辈子出事后，车子很快就被蒋远处理了。我也从未想过是谋杀，便没有管过这件事。很快，保险公司的电话被打通了。我询问保险员，我爸的车子如今在什么地方？谭先生的车已经送去报废厂了，不知道处理了没有。保险员被我大晚上的打扰了，语气有些不耐烦，拜托您帮忙查一下，先不要处理车子好不好？我哭着祈求着他，这是唯一的希望了。好在保险员终于答应了。好，我帮你问一下，但是我也不确定被处理没有，只能看看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。说完后，我便赶紧挂断了电话，思考着还能从其他什么地方入手，才能找到蒋远害死我爸妈的证据。就在这时，突然身后响起蒋远的声音：“小雅，你这么晚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做什么？”一瞬间，我的心脏骤然紧缩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但我很快就镇定下来。转过身的时候，依旧是柔弱温顺。我想找保险公司多要点赔偿费，这只是一个借口，还必须让蒋远相信的借口。你不是一直想创业吗？赔偿费多一点，你创业的资金也可以更多。我不想让你那么辛苦。最后的尾音还在房间里回荡。蒋远沉默着，让我的心脏开始鼓跳如雷。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曾经他一次次对我的家暴，还有身上抹不掉的痛。我不能否认，我再次害怕起来，只是双手抓得很紧，不让这情绪表露出来。万幸的是，蒋远最终选择相信我。他笑得很温柔，一如当初恋爱时我沉迷的那种微笑。我就知道你是最善良、最贤惠的。蒋远双手搂住我的肩膀，他的脸颊轻轻碰着我的，明明是很温暖的触感，却无法驱散我浑身刺骨的寒凉。他还在继续说着好听的话：“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，以后也会对你很好很好的。”我没有办法，只能从喉咙里滚出一个“恩”字，但我心里想的是上辈子。那个时候我看不清楚，现在才明白过来，当初他也是用花言巧语把我所有的赔偿费都骗走了。骗走之后，他按照他承诺的那样去创业，可最终血本无归，狼狈不堪。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承受着永无止境的咒骂和殴打。他一次次地骂我是灾星，我的噩梦再也挥之不去。这天晚上，我一直在等保险公司的回信，可是身边的手机迟迟没有再响过铃声，而且蒋远就在身边。我知道，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，每一晚的夜色都比前一夜更加浓重。我迫切想要寻找到证据，但是蒋远就像飞落的柳絮，紧紧粘在我身边。我也不想整日待在家里，你知道的。蒋远又贴上来，想要和我亲昵，明里暗里的提着钱的事情。现在创业的事情还没有定论，趁着这个时间，我想在家好好陪陪你。以后忙起来了，我怕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我想给你好的生活，又怕你觉得我没陪伴你。他的每个字每句话都是那么深情款款，在我心里却只能让我作呕。上辈子我竟然还被这些花言巧语给忽悠得团团转，但是重来一世，我一定不会做这个恋爱脑。我无所谓他是在垃圾堆里臭掉，还是在泥土里腐朽，但他现在偏偏让我找不到施展的机会。他天天待在家里，
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出去查证据。蒋远这样恶毒的人，要是被他知道我在查车祸的事情，那我只有被他再次打死的份。但是我还没有报仇，我怎么可能去死？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，即使我暂时是亏了，但到最后我依旧会是赢家。这是赔偿款，保险公司那边已经发给我，我这就转给你。我假意说车祸的赔偿款下来了，兴奋地找到蒋远，深情款款地把钱给他，一大笔钱从我手中流走。我没有感到惋惜，这笔钱其实是我这些年日积月累、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。蒋远并不知道，这是现在唯一能支开他的机会，我必须把握住。果然，蒋远拿到钱的时候欣喜若狂，我已经闻到他身上的铜锈味。太好了，小雅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会赚很多钱的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幸福的未来。听到这种话，我无动于衷，只是挂上假笑，配合他演戏。拿到这笔不该属于他的钱后，蒋远一直很高兴，将一箩筐的好话不要钱似的道出来。能够娶到你，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，你就是我最最珍惜的宝贝。我看着我的脚下，这些甜言蜜语被扔在地上，如此廉价，我的鞋尖重重地碾着地面。蒋远不仅要说这些话恶心我，甚至还想亲我，被我躲开了。肉眼可见的，他的表情一下很难看，眼神中还带着对我的怀疑。小雅，你怎么了？感觉你有些怪怪的。我快速清醒过来，蒋远的疑心病是很重的，我不能掉以轻心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赶紧温柔地安抚他。没什么，只是我爸妈刚去世，做这些事不太好，我不想。阿元，你是明白我的对不对？他接受了我这个说法，看着我的眼神更加温柔，和上辈子一模一样。但是我知道蒋远疑心病很重，日后必须要更加小心才行。蒋远再次拥抱住我，贴着我的耳畔，铺洒温热的气息。你别难过，我会代替爸妈，让你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。我尽量忍耐着这种毒蛇缠绕我脖颈的恶寒，脸上的笑容越发甜蜜了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阿远，你好好工作，把公司做大，只要你好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我现在只有你了。我和他虚以委蛇，适当的装柔弱，这副样子他全然相信了。在这之后，蒋远忙进忙出，一心想着创业，很少会待在家里。毕竟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老板的料，觉得自己肯定会成功，自负到了极点。他早出晚归，我自然是开心的。我终于有时间去处理父母车子的事情，终于可以去查证据了。保险公司的人给我打过电话，那辆葬送我父母的车子已经成功被拦截下来。我松了口气，不停对电话那头的人道谢。这辈子，任何愿意帮助我的人，我都会心怀感激。我没有马上去报废厂，而是直接找到给我父母办案的警察张宇。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我们约在警局外的一家咖啡厅。他虽然穿的是便服，但依旧是浑身蒸汽。张宇，你是我的同学，请一定要帮帮我。我知道自己眼睛里装满的都是哀求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他的帮助。现在只有他能帮我了。可张宇似乎早就猜到我这次的来意，只是他又没有马上答应我。我拿出和保险公司通话的记录，我告诉他，我父母的车子肯定有问题。张宇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你现在终于相信我说的，车子有问题了。我很用力地点头，连忙回应着，我怀疑是谋杀，不是简单的车祸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其实上辈子张宇就曾经提醒过我，这场车祸不正常，事情并不简单。那个时候我还沉浸在蒋远的甜言蜜语之中，
脑子都完全不正常了。我一直觉得爸妈的车祸不过是个意外，不愿意相信张宇的话，也根本没有往谋杀这方面去想过。毕竟我爸妈善良一生，怎么会有仇人呢？谁能想到蒋远狼子野心呢？而且当时我实在是伤心过度，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蒋远处理，他把所有有问题的地方都遮掩住了。现在想想，我是真的蠢，竟然会相信一个畜生，却不听一个警察的话。我现在很怀疑车祸的事情。张宇，张警官，我求你帮我查查，帮我找出真相，可以吗？我很激动，抓着他，像是抓着一棵救命稻草，甚至激动的动作力度都很大，桌上的咖啡也洒出来不少，但我并没有察觉，一心只想求他帮我爸妈伸冤。你现在能明白过来是最好的。张宇点点头，拿过我的手机查看通话记录，看完之后，他拧着眉问我：“你现在想要怎么处理？怎么处理？”这个答案我早就在心里构思过无数次。我要立案调查，我是警察，你对你爸妈的案件持怀疑态度，我自然会立案查的。张宇一脸严肃，想都没想便直接答应了。他身上有与生俱来的正义感。在他答应后，我又赶紧补了一句：“张宇，我有一个请求，希望调查的时候不要惊动蒋远。”张宇皱起眉头，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到蒋远，调查还要避讳他。我的脑海里闪过上辈子无数个悲惨画面，重重地深吸一口气。我怀疑蒋远就是凶手。空气有几秒钟的凝固和安静。张宇震惊后便陷入沉思，怀疑一个人杀人，这不是简单且随便就能定下的结论。好在张宇最后采纳了我的怀疑，说会重点调查蒋远。好，我会帮你的，找到事情真相就是警察的职责。但是他也说了，你只是怀疑蒋远，并没有证据，所以现在还不能羁押他。你自己面对他的时候小心些。我和张宇一起来到报废厂，报废厂里混乱污浊，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报废车辆，也没什么人整理。我随手摸过一辆车，手指上沾染上斑斑锈迹。你父母的车在哪里？听到张宇的问话，我把他往报废厂里面带去，已经摆脱保险公司拦下来，还没有被处理，所以应该是在最里面的处理车间。我们找到了那辆报废的车子，它被放置在最阴暗的角落，就像被藏匿起来的阴谋。报废厂管理的人眼神呆滞，看到我们也不管，只是例行公事地叮嘱我们不要乱拿东西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因为在看到父母车子的那个瞬间，我的胸腔里就只剩下满满的恨意。我父母就是在这辆车子里离开我的。我呢喃自语的时候，声音是颤抖的，是哽咽的。我曾经在这张车子上和我的父母欢声笑语，可是现在这辆车子已经严重变形，根本看不出它原来的完整样子。它的存在就证明我父母的悲剧。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面被活活压死的。我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已经开始语无伦次，可我只是很希望有一个倾诉的机会，让我心中的悲痛和恨意得到一个宣泄的出口。没有一丝温度的眼泪从我的眼角缓缓流淌过脸颊，又或许这流下来的不是眼泪，而是恨意刺穿心脏的血液。我的余光中闯进一张柔软的纸巾，张宇拿着这张纸巾，用着他不擅长的话语安慰着我：你现在要振作，才能够找到证据，抓住凶手。我接过这张纸巾，道过谢之后，把所有的眼泪都擦拭干净。没错，现在再怎么哭也没有用，只有让凶手绳之以法，才是对我父母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。你放心，这辆车子就交给我吧，
我会让鉴定科的同事处理好这件事的。一边说着，张宇一边凑近打量这辆车子。我只是站在一边默默看着他的行动。我不想靠近，我害怕看到父母留下的血迹。你快看，这是不是你的东西？张宇从车子上拿下某样东西，温柔地把上面的灰尘拍打干净。在看清楚的一瞬间，我的呼吸停顿了片刻。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铃铛，上面绑着漂亮的蝴蝶结，只不过蝴蝶结的一半已经染上了暗红色的血。这是我以前买的，送给我父母车子的小礼物。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，把这个铃铛紧紧握在手中，就好像我的父母还握着我的手一样。我的眼前闪过蒋远的脸，那张我恨不能千刀万剐的脸。我在想，假设我也在那辆车上，蒋远是不是也会把我一同杀掉？或许会，毕竟上辈子的最后，我也是死在蒋远手中。我没事了，我一定会让蒋远付出代价的。和张宇分开之后，我找到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年轻却又风情万种的女孩子。听别人说，那女孩子是坐台的，只不过最近没有生意。你好，我是听别人介绍来的，专门来找你。我说明了我的来意，那个女孩子只是沉默地冲我吐出一口烟，很呛人。模糊的视线里，也只能看到女孩子历经沧桑的眼睛。我们坐在一个酒吧的卡座里，周围的喧闹和音乐的嘈杂显得我们这里格外安静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最近没生意，是因为我染上了艾滋病。这你也还要来找我，不怕我传染？女孩子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也提不起精神大声说话。我好像在她眼睛里看到了她此刻的心情。我们一个干干净净，一个浓妆艳抹，本来不该有交集，最好别来打扰她，但现在有了。我轻轻摇头，告诉她我不害怕这些，因为往往有时候，一个健康的人更加可怕。她没有再说话。我从背包里拿出现金，放在女孩子的面前，厚厚一叠，是我剩余积蓄里的一部分。我给你钱，希望你帮我去勾引一个人。我还没有说完，女孩子就拿起钱摆弄，微微弯曲的骨节透露着她的病痛。你想叫我帮你害人？我不是为了钱就什么都可以做的人。她确实因为生病需要很多的钱，但现在她只想看心情办事。我看出来了这点，将染血的铃铛摆在她眼前。我们不是在害人，是在让一个畜生得到他应有的报应。我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心痛，是恨，是决绝。这个女孩看了我很久，烟雾慢慢散去，我能够看清她的睫毛很长。她同意了，我会安排她去蒋远的新公司，她也答应了。告别这个女孩之后，我回到家里，晚上蒋远也回来了。他很兴奋，像个没长大的小孩，我却不想多看他几眼。他紧紧抱着我，亲了亲我的脸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谈了一个大项目，能够让我们赚到很多钱的项目。是吗？那真的太好了，确实是一个好消息，应该庆祝一下。我的表情应该很高兴，要让他感受到我的同乐。实际上，我内心深处无比希望他能够一落千丈，跌入尘埃。蒋远的手脚动作越来越多，他想要和我亲热，我抗拒着，又一次拒绝。尽管要面对蒋远不悦的表情，我还是用了上次的理由。忽然间，我察觉到他就快要摸到我的外套口袋，口袋里只有一个染血的铃铛，是不能让他发现的东西。因为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去调查了父母的车子，所以我强忍着恶心，亲了他一口作为安抚。你别生气，爸妈才去世不久，这样总归不好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他被哄好了，表面看上去也十分理解，不过我还是能看出来，他很烦躁。
我的心里却开始偷着乐，只要他不痛快，我就能轻松一点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公司员工发来的短信，是蒋远的公司，我曾去过几次。他们都知道我是他们的老板娘，真是讽刺。公司员工的短信是打小报告的，蒋远和公司的前台很暧昧，提醒我多注意点。回头老公和人跑了，我就只能哭了。我的手指在手机上点了几下，回了简单的2个字：放心。蒋远和别人越乱搞关系，我越高兴。这天晚上，我正在家里洗澡，隐约听到外面有开门的声音，是蒋远回来了，却没想到他直接打开浴室的门，闯了进来。我吓了一跳，无比后悔忘记把浴室的门锁好。我心里很害怕，为了不让他怀疑，装作很淡定地裹上浴巾，裹得严严实实。他抱住我，我身上的水珠蹭到蒋远身上，他也不在意。我听到他逐渐沉重的呼吸。我们已经快1个月没有那个了，我真的很想你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现在就把他的下半身剁碎，扔进垃圾桶里。但我不是他那样的禽兽，我是保持着理智的文明人。蒋远，我知道你是最心疼我的人，肯定舍不得强迫我，我还是不太想。他生气了，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像是在强行忍耐着，不把拳头砸在我脸上。他低垂着的眼眸，看不出具体的含义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难道一辈子都这样吗？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砸在我的锁骨上，很疼很难受。我真的好想爸妈，一想到他们去死时的那个模样，我就什么想法也没有了。我真的好心疼他们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一想到是蒋远害死他们，我就已经想象到蒋远被送上法庭的模样。我也是故意说出来恶心他的，要这个杀人凶手一遍遍遭受罪恶的鞭打。但我现在还必须说一句违心话，对不起，蒋远，对不起。蒋远来回在浴室里走动，看上去十分烦躁。也许是我的话起到作用，他偶尔会露出心虚的表情，尽管他以为自己伪装得很好。他现在不敢再强迫我，亲了亲我的手背，温柔地和我道歉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我会一直等到你愿意的时候。蒋远，你真好。我背着他，用墙壁瓷砖上的水珠用力擦拭我的手背。接着，我告诉他我要回老家，那是我爸妈生前的遗愿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去？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心虚更加浓烈，透过浴室的水蒸气，我都能闻到。他扯开话题，最终拒绝了我的邀请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已经坐上回老家的车。路上，我安安静静地看着沿途的风景，一点点从我身边倒退，就像我的过去，最终都会成为我的记忆碎片。我在想，大概等到给父母报了仇，和蒋远有关的一切都将被我抛之脑后。在路上，我收到了那个艾滋病女孩的短信。这段时间，我和她的联系一直没有断。她公司现在到处都在传她玩女人，人品不好，听说不少合作都因此终止。这个女孩子就是蒋远公司的前台，是我安排进去的，辛苦你了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，可以和我提，我一定提供给你。我回了这条短信给她，女孩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她只是在几个小时之后给我回复：人渣，死不足惜。看到这句话，我感触良多。前不久，我把蒋远家暴的事情告诉过这个女孩子，想来在她和蒋远接触的这段时间，也看出了蒋远隐藏起来的暴力因子。虽然这个女孩是拿钱办事，但我一定会保护好她，绝不能让蒋远把施加在我身上的疼痛再次给到这个女孩身上。
回老家的第3天，这个女孩子和蒋远上床了。那天我正在整理父母在老家留下东西，每看到一样，就更思念他们一分。接着，他就发来了几张照片，并且留言：“我拍下了他的裸照，算是给你的一个惊喜。”裸照里，大部分露出的都是蒋远的丑态，肮脏而让人鄙夷。我很高兴，这确实是一个意外之喜。这些裸照或许能够帮我做很多事，谢谢，我会再转点钱给你。对于这份酬劳，他很坦然地收下。他和我一样的想法，保持我们这种可怜人之间的合作关系，最好还是用金钱交易，别谈感情，那样最干净最利落。你放心，如果以后蒋远想和我断了暧昧关系，我就可以拿这个照片威胁他。我赚了2万块钱给他。他继续发短信，只要你没有说结束，我就一定会缠着他。再次的感谢，似乎还不够，我把这份感激放在心里，改成提醒他在蒋远那里要好好保护自己。接下来1个月，我知道蒋远明里暗里还在和他上床，并且次数很多。蒋远是个很难控制住自己欲望的人，之前能够同意我的拒绝，除了他心虚，也有他分散注意的功劳。我现在已经确定，他一定也染上了艾滋病。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。1个月后，我给那个艾滋病女孩发了个新任务，我要让她去医院做检查，这是你想要的检查单。女孩把检查单亲自送到我手里，上面写着的正是艾滋病确诊检查单。谢谢，这是新的1万块钱，我也转给你了。我知道女孩现在总是受病痛折磨，除了合作上的交流关心，我只能用微薄的钱帮助她。我还需要你现在帮我一个忙，我看完检查单后还给她，这在她的意料之外，她还以为我会直接拿走。你帮我把这个检查单装作不经意地透露过蒋远。当我说完，他就明白我的用意。他先是看了看手机上的转账，再握紧检查单，他同意了，并且在第2天，他就告诉我，蒋远已经知道了艾滋病的事。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和蒋远吃饭，看他随便应付2口，就想要出门。我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么晚了，你这是要去哪里？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行，他拒绝得很大声，慌张的神情来不及遮掩。我自然是装作没看见，他现在肯定是想去医院检查，他的恐惧已经如同一把大火，要把他烧成灰烬。蒋远支支吾吾地找借口，我只是出去见一下客户，我哪里舍得你大晚上的陪我到处瞎跑。说着说着，他就往门口挪动2步，那迫切的小动作看得我心里只想笑。那好吧，你早点回来，如果有什么事记得和我说。然后就在第2天，我偷偷跟着他来到医院，亲眼见证他被确诊为艾滋病。报复的快感终于能抵消掉一点我内心的苦楚和恨意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我给蒋远公司的合伙人打电话，现在是时候了，你可以拿着钱赶紧离开公司了。电话那头的人长长松了口气，旋即又是兴高采烈。他等这天也等了许久。没错，公司的合伙人也是我安排进去的，为的就是拿走蒋远的全部心血。电话结束，医院走廊陷入短暂的寂静。我戴着口罩和鸭舌帽，唯独露出来的眼睛始终盯着失魂落魄的蒋远。没多久，蒋远就接到电话，得知合伙人弃他于不顾的事，整个人当场就傻掉了。混蛋，都是混蛋，把我害惨了！啊！手机被狠狠摔在地上，碎成数不清的碎片，触目惊心。路过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搭理勃然大怒的蒋远。在这之后，蒋远怒气冲冲地回到公司，
可早就为时已晚，公司已经人去楼空。我坐在监控室，轻声哼着小曲。监控里，蒋远如同一只丧家犬，颓废地坐在地上。凡是他能够碰到的东西，无一例外都被他扎了个稀巴烂。他眼神中充满恨意，痛苦到双目赤红。可是那又如何？和我相比，这算得了什么？还不够，还不够！我不仅要他跌入尘埃，还要他在最后给我爸妈偿命。第二天，蒋远就回到家里，他西装依旧整洁干净，头发也重新整理，但他乌黑的眼圈和憔悴的神情骗不了人。我也看得出，他是故意摆出这种可怜模样在我面前。我的宝贝，我只剩下你了。蒋远抱着我，把公司的事告诉我，唯独不敢对艾滋病的事透露半分。我假意安慰他，继续扮演一个好未婚妻。你要振作起来，没有什么能够打败你。听到我的话，他转头去打量这个房子。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想到了一个东山再起的办法。宝贝，你把房子卖了吧，卖了房子的钱就可以让我再创业一次，那样我们又可以过上好日子。毫不例外，我依旧拒绝他。这房子是我爸妈的，是我唯一的念想。看到他变得焦急，甚至还有愤怒的趋势，我下了一剂猛药。难道你和我在一起，其实都是为了钱？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蒋远慌了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甜言蜜语地哄着我，就差没有跪在榴莲上来表明真心。他那廉价而虚伪的真心，我明白了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你能够真心和我在一起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假装为他心动，实际上看得出他是铁了心要打定房子的主意。于是我提起结婚的事，我答应结婚。他看上去高兴得不得了，这让我想起上辈子就是在结婚后，他一而再再而三忽悠着我，才会把房子卖掉。那时候他说卖了买一套更好的学区房，以后对孩子好。现在想想只觉得可笑，我当初竟然相信了他的鬼话，让我失去最后一点底气。蒋远不再惦记我的房子的事，因为我没给他这个机会。很快，我们的婚礼就到了。那是在一个浪漫的海边，阳光明媚，浪花扑打出鲜花的香味。我穿着所有女孩梦想的洁白婚纱，走在音乐声中，一步步靠近蒋远。我没有看他，我的眼中都是在座的宾客们。我把他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。一开始他没察觉到我的别有用心，甚至为此特别感动，认为我一切都是在为他着想。倒也没错，我请来这么多人都是为了他。等走到蒋远跟前，透过朦胧的白色头纱，我看到蒋远眼眸中的深情。在外人看来，他是一个专情又深情的男人，偏偏我只看到他背后那只魔鬼和魔鬼手中举起的铁棍。我们一起说着结婚誓言，直到最后，主持人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。我张开嘴，就在所有人都期盼的那一刻，我笑着回答：我不愿意。所有人都在震惊，他们的惊呼声差点就盖过背景音乐。为什么？蒋远眉头紧紧皱起来，不悦地低声警告我：这是在亲戚朋友面前，你别耍小性子，给我丢脸。竟然知道丢脸，原来还剩下一点羞耻心。我的脸上露出轻蔑鄙夷，旋即掀开头纱，所有情绪转化成被背叛后的愤怒。很快，这种愤恨又平静下来。我不会嫁给一个身患艾滋病的人。泪水从我眼角划过，将我的视线模糊。我是笑着哭出来的。我从没想过，和我朝夕相处的恋人不仅出轨，而且还染上了艾滋病。在我眼里，那已经不是病，而是感情的背叛，真是可笑。蒋远当场愣在原地，看着我这边笑边哭的模样，内心早就掀起惊涛骇浪。
震惊过后，蒋远猛然跪下来，他在恳求我的原谅。我往后退一步，他就跪着朝前挪动一步，试图抓住我的婚纱裙摆。你不要靠近我，我不愿意和你结婚，更不可能原谅你。一切都陷入了一种让人抓狂的混乱。张宇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大声告诉所有人：蒋远涉嫌杀人，我现在要依法将他带走。如果说出轨染上艾滋病只是石子落入平静的湖面，那么涉嫌杀人这件事就是将整片湖凝冻凝结，让人震惊到忘了呼吸。蒋远瞪大眼睛，那可笑的脸扭曲狰狞。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杀人？肯定是你们搞错了，我没有杀人。在他狡辩的时候，我用力抹掉眼泪，微微弯下腰，笑着俯视他。我父母车子的刹车，是不是你动的手脚？或许在这一刻，我的声音就像地狱传来的低吼，要把蒋远的三魂六魄给吓出去。你知道了？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蒋远的嘴唇都在颤抖，他已经无法再站起来。我点点头，眸光中不带半点感情和温度。当然，杀人犯就该下地狱。我亲眼看着蒋远被警察带走，看着他爸妈当场气晕在地上，看着所有人对着他们一家人指指点点，耳边充斥着各种难听的话，无一不是在咒骂和嘲讽他们一家人。我轻轻闭上眼睛，重活一世后，这是第一次感到浑身轻松。他爸妈也是活该的，上辈子嫁给蒋远后，他爸妈也在折磨我，甚至无视并放纵蒋远对我的家暴。如果说蒋远是上辈子悲剧的主犯，那么他爸妈就是悲剧里的帮凶。这种人遭到报应，才能够大快人心。我拖着笨重的婚纱回到化妆间卸下，因为回头我需要去警局配合张宇的案件审理。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我回头看到那个和我合作的女孩子，一段时间不见，她比上次更加瘦弱，就像一张纸片，风轻轻就能吹走，火一烧就会化成灰烬。我赶紧扶着她坐下来，同时我闻到她身上浓烈的劣质香水味，那是掩盖她身上的消毒水味和病痛传出的怪味。我其实不介意这点，但我想不要说出来最好，就假装她一切都做得很好。她脸上的妆容不再像当初那样精致，风情万种这个词或许也已经不适合放在她身上。她打量了我一番，笑着说：“这个婚纱不适合你，应该要一个深爱你的人给你选，才会更好看。”我好像在她死气沉沉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抹细微的光亮，说不上来为什么。接着头纱就已经被我挂在了她的头上。那你呢？你也找个人陪你选婚纱吧。我对这个女孩是怜悯的，她曾经是个坐台的女孩，却是除了张宇以外，唯一愿意向我伸出援手的人。她的身上一定藏着许多故事，要么惊心动魄，要么不可告人，但她心底还小心护着剩下一点的善良的光亮。女孩摇摇头，看向窗外，不了吧，我活不了多久，又何必再多一个人为我难过。窗外是婚礼现场，因为那场闹剧现在已经空无一人，这倒也不错。剩下的鲜花、气球和阳光、海浪，重新拥有他们干净的浪漫。我想安慰他，但我知道积极治疗就能活很久，和世间美好总有人愿意陪你。这种安慰如此苍白无力，所以我只说了一句话：如果你想的话，要不要穿上婚纱试试？我很确信，在这句话之后，女孩眼中装满了眼泪的盈盈水光。我帮她换上婚纱，我声音在哽咽，明明有尽力克制这种情绪的，很美，其实并不好看。她已经瘦脱了相，就快连婚纱都穿不住。
蜡黄的皮肤也无法在婚纱的衬托下变得白皙。可是她还是很开心，像每个爱童话的女孩一样笑颜如花。其实我也想谢谢你。女孩从镜子里看着我的眼睛，那时候我连治病的钱都没有，即使你只是为了你的目的和我合作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你的钱让我能够继续活到现在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笨拙地拿出手机，想把剩下的所有钱都转给他，可是他阻止了我，不用了，已经没什么必要。于是我陪他坐在阳光下，吹着海风，安安静静什么也不说，直到最后他留下一句希望你的余生能够幸福，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